我是一个木匠啊。这拆沙发的时候，呀，反正也得银元。我用吸的吸不住。这吸不住就对了，吸铁石咋管吸住它呀？我看你这都是老包浆老味道啊，拆塞瓦拆出来了，那应该是那主上留下来了。你看这都有包浆了。这个沙发还真不是俺家来的其实那废话不多说了，你看我是真是假的。其他的不知道，但是你拿过来了这几十块，这状态都是一眼撒开门。你即使造假，说实话也造不出来这样的包浆。你可不要小看这全是冤大头啊！这种老五彩的包浆，平时可是很难遇到。既然不是恁家的沙发，你这算是捡个大漏啊！捡啥大漏我当时拆出来的时候，我就给那个卖沙发的那一家联系了他咋说？人家当成我的骗子，他理由都不理由。那确实可以看出来，人家的防备心理还是挺高的。你想想，人家卖个破沙发，你从里边拆出来几十块老银元，你不了解真相了，还以为你要出啥幺蛾子了。人家的防骗心理还是比较强大的呀。我带着银元往他家，又跑了一趟了。结果你要咋的嘛？咋说？门都不要进了，敲门不要进门了。说个破沙发，他一个破沙发，搁二手市场卖的。那很有可能那个沙发确实不是他家的，那这些银元应该也不是他家的，不然不会连门都不让你进去。看来人家真是把你当成骗子了，连听你解释都不听。不过还好，这几十块银元兜兜转转还回到了你手里边，这一大笔钱就该你挣。其实我对这些东西还真不懂因为我以前也捡到过银元有种吸的吸都吸着而现在这几块咋也吸不住，这都不是银元嘛？你给我看看，吸不住都对了，只能说明你之前捡到了银元是铁的。你想想，吸铁石它只能吸铁，你这正儿八经的老银元，它百分百吸不住幸亏卖给你沙发的那个人对银元不懂，懂的话他肯定立刻马上直接给你手里边接过银元。你想想，是谁和钱过不去？是不是？我感觉你给忽悠我了。没有，你这不起的这不起眼的银元，你说的那个值多少钱呢？大爷，人不可貌相，海水不能斗量。一块银元26.8克，你这数量一下子这么多，你咋着还得有1公斤啊？你现在银价突的往上涨，你即使卖破烂的话，怎么着还得卖个18000块钱嘛？能卖18000吗？对呀，那你给我直接卖了好了。反正这些东西也不大盆的买我都是。大爷，你也别着急，慢慢的听我说。银元现在它好歹也是无机文物了，谁也不会傻到把它当破烂卖。能值多少钱其实完全看它这些品相了。就拿你那些流通过来来说，它现在好歹1000一个了，而你的这些我简单的看了看，除了没有之前的8年之外，里边不乏有一些小斑变。最重要的，你看它的背面包浆，这种包浆严格的来说是属于老五彩。你细看的话，每一个它味道都非常足，看着非常舒服。这在银元里边是最好的状态了。毫不客气给你估的话，一个怎么着也得给你卖个1400吧。1400一个？对。那这样算，那这几十个我卖好几万了。那对呀，那还比我收破烂强的太多了嘛。那肯定了，你那卖破烂那是没办法的无奈之举。银元除非是那种变形不成样子的，才会选择当那种旧银子处理掉。你像稍微正常一点的，那都是按个来算的。更何况你这壁面都是带五彩的，这可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状态啊！那你听你这话说，我是也胃疼。其实一个月，我都挣了个1200-800来。这一下子可是开心的退休了，你说？那谁说不是了？我们普通人捡漏的机会太少了。就按你一个月2000来算，你拆沙发这一夜子拆出来那么多银元，你卖了顶你几年的工资了，确实可以过退休生活了。你看你这银元咋处理啊？我也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这一家那么多拿着那么多钱安全。对，我先卖给你一个，中不中？那行，等我叫钱花完了，到时间我再卖，中不中？完全没问题，我留下一个，剩下的全部给你找盒子装进来。好，吧？这就说吧。好。我银元我终于找到捡漏的地方了，200块钱一块，我先买2块回来玩玩，跟俺家祖传的一模一样。200一个卖银元，那如果是真的，确实是不贵。26.8克的银子现在都在100多了。来，我先看看是啥的。你说的对我感觉这200块钱一块买的很超值，最起码它都是银子，大不了我卖破烂也赔不了啥钱。你这2块是顺小头，看样子确实是银的。通过外边的银色看的话，含银量应该是不高，属于现代机制的真银假币。啥假币啊？100%不会假的。人家老板都给我承诺了。咋说？保这些
哦，如果不是银子的话，赔我1万卖的损失。这承诺确实是挺诱惑人的，他承诺了没有一丁点毛病。你这俩小头他就是银的，但是可以肯定了不够老，200块钱一个卖给你，人家也不会吃亏。做生意人家肯定是有钱赚的。你这是在哪捡的漏啊？本来我是不想告诉你的哦，因为我在打印店里边买的哦，因为他柜台里边摆的有好多块银元，哦，好几百块的，我就买了2块给我一模一样的，你看看。我看看，你这2块真假完全没问题啊！这一看，这都是一眼开门的状态。我实话告诉你吧，恁家的这种小头啊，是目前我们国内发行银元里边最便宜的，因为他们这个存世量太大，所以你买了这2块，你也不用当什么机密藏着掖着。你先别着急的，我这2块，便宜没啥关系哦，但是他那柜台里边有很多那种带笼的呀啥的呀，我就想捡个漏啥的。你可拉倒吧，如果真有漏的话，人家大金店他自己就卖了，不至于说让你去捡这个漏。你像那种普通带笼的笼呀，和你拿过来的这些小头，它可不是一个级别，价钱它错很多啊。在他那里，都是一个价哦，一个价，因为他打金祖传下来的，从他爷爷那一边算，里边的会员，都是顾客给他换的，全部都是200一个。你这很有可能被别人忽悠了。过去确实有很多人啊，拿银元去加工银手镯，但是用银元换银手镯的少啊。就从你拿过来的这俩银元来看，首先含银量和过去的银元还是有区别的。过去银元你看它是9银1铜，89%的含银量，而你这个含银量最多也就70%含银量。说实话，只要是银的，我感觉就不咋吃亏。人家老板承诺了就是保这银，只要不假，有朋友要，我能卖个1000块钱的。那像你这种真银假币，自己娱乐娱乐就行了，你可千万别推荐给朋友啊！咱说句不好听的，真银假币你再放几十年，它还是假的呀，永远只是银价而已，而不像你这俩小头。虽然说这俩小头没搬，品相虽然说是通货状态，但好歹是老货。你现在随便拿出去，到任何地方它都有价值，高了没有？600块钱一块还是有的呀。最便宜的都600了，那我这一次净赚800块钱。买那种带笼的，岂不是赚的更多吗？咱俩在这沟通半天了，是我没讲明白，还是你没听清楚啊？像你买的这俩小头，它仅仅就是银子而已，70%、80%的含银量，你算一下，成本才100多点，卖给你200一块的话，还赚你几十块钱嘞。它不是老货，所以啊，它卖不了你这种老货的价格。我看的区别不大，我朋友他什么都不懂，反正别人给我怎么说，我就给朋友怎么承诺。哎呀，怎么承诺那是你自己的事儿啊，我觉得你还是实话实说为好。你就告诉他们是在这个大金店买的，人家老板只包真银，你给人家说清楚，不至于说摆回来那朋友当真银元买了，对吧？到时候也卖不上价钱，再找你的事不得劲。我才不这样说的，我这样说的话，那我还怎么能挣他的钱呢？剩下的你都别管了。好，我不管了。最后再提醒你一句，朋友的钱，对吧？千万别这样挣，留点良心给自己就行了。挣不挣钱是我的事儿，你都别管了。好。俺男友送我一块湖北龙羊，我这上网一查，竟然价值几百万。这随便一块银元现在都那么贵了吗？你这一块确实不是一般的湖北龙，比普通的湖北龙龙面增加了2个字，这种是湖北甲字。如果是真的话，确实得大几百万。真没想到居然会那么贵。其实我对银元也不懂，我就是想着用这个去加工一只银手镯戴戴。说实话，银元无论值多少钱，用银元加工银手镯现在都不划算了。尤其是像这种壁面品相好的，你毁坏去加工银手镯太可惜。不过我看你这个银元品相是真好，相当于是未流通的状态。恁男友说这是哪来的？他说了，这个是他爸花了500块钱买给他朋友的，去年给他小侄子加工了一对银手镯，这剩下的这个就留给他了，他又给我了。咱说句不好听的啊，之前银子很便宜，他爸花500一块买回来已经很不便宜了，回了又出工费加工银手镯，成本已经花得很高了。那他还真不如去金店买一双那个宝宝手镯的。毁坏的就不提了，但是这块银元不一般啊，这几百万的银元，500块钱买回来，这捡大漏啊！关键是现实生活当中哪有这么大的漏可捡？
你想想500块钱买回来的银元，这里边肯定是有问题啊。如果真值几百万，他爸那个朋友啊也不会买那么少。现在大家都有手机，能值多少钱在网上查了漏清。真值钱的话，恐怕也不会拿去加工手镯了，甚至也不会单纯的送给你了。你这话我听不懂，但是我看这块银元不像假的。我去金店用光谱仪扫过了，确实是银的。那是银的，如果它不老也不行啊。银子本身都很便宜嘛，才6、7块钱一颗而已。一块银元26.8克呗，里边再掺几颗铜，成本也就100多块钱吧。所以像这种银元，那男友送给你也不伤啥大脾气。哎呀，老板，我看你这话说咋那别扭嘞？网上人家都说了，物以稀为贵，价值可是几百万呀。网上说的是真币，真币的话才能值几百万。像这种湖北龙啊，它是湖北龙阳第一个办的银元，之所以加上本省2个字，大概意思在当时就是在湖北本省流通。但是银元它是流通货币啊，你只让它在一个地方流通不太现实，所以当时发行之后，像这种本省假字全部都给回收重铸了。过去的回收重铸它是有奖励的，一块银元交上来，另外再奖励你俩银毫子，俩银毫那个购买力诱惑还是很大的。所以像这种本省假字的湖北存世量特别少，能和那个双龙寿字比有一波。所以你即使现在带错了都大几百万，哎，像你这种未流通的品相，那价格就更高了。你说的对，我也觉得这块银元品相好。专家看了之后果断给我700万，我当时就惊呆了。700万呀，我这辈子可以衣食无忧了。确实700万不少了，我们普通人一辈子咋可能挣那么多钱？就因为这个银元品相好，但是我们也能更清楚的看。首先外边的包浆它不自然，哎，漏贼光。关键是它这个壁面压力，尤其是它的边齿，我这咋看咋不舒服。我事实认为啊，你这个本省假字，它就是一块真银假币，100-200块钱的样子吧。人家专家给700万，你却好意思给100-200，你这让我咋说你好嘞？哎呀，你这有质疑也很正常。毕竟有专家给你报700万了，这一下子跟你说值100-200块钱，对吧？这价格落差确实挺大，一时间接受不了也很正常。还有就是网上专家的话也不能全信，像这种一眼不开门的银元，一下子给你报到700万的价，我觉得啊，他应该是看你啥都不懂，哎，要忽悠你的各种鉴定费，我觉得你应该小心了。给人家几百块钱而已，不然人家怎么给我卖700万啊？这总比你给100-200强多了。那你要是不听劝的话，那我也没什么办法了。那你感觉几百块钱少的话，那你去试试。我这3000块钱买朋友一块冤大头，好板、好皮、好状态。我朋友说放10年之后啊，绝对能买一套房。这个世界上没有这么绝对的事情。3000块钱买的冤大头，咋可能会买房呢？那我先看看是啥样的吧。哎，我也是第一次买这种银元，我朋友说了，还是对我比较好的，帮我选的都是有潜力的银元。你这个冤大头状态确实是不错，这个壁面带光的断壁面，3000块钱买的话，那只能说你对银元确实不太懂啊。我确实是不太懂，但是我朋友懂就行了。他说啊，让我在手里放10年，将来周口的房子可以随便换。哎呀，你这个朋友说的有点夸张了。像普通的冤大头价格非常透明，虽说你这个冤大头带一个小板断壁面，就是抿字啊，中间这断开了，但它却不是什么大板啊，放平时的话也比较常见，状态再好也不至于说能买一套房。现在肯定买不了房，3000块钱的东西啊，他说10年之后绝对可以换房，因为这块冤大头啊板比较好。你的朋友太会忽悠了。我给你来介绍一下断壁面这个板，它和常见的冤大头啊，就一个抿字，哎，断壁就那么多区别而已。因为过去3年的冤大头模具使用过程中啊，容易磨损，存在一定的锈磨现象。也就是说，模具损坏了，他师傅修一下再继续使用。这个断壁面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常见的断壁面好品相的并不多，大多数啊都是钱大的多。加上流动过程中有磨损，所以相比你这个来说，品相确实好。对，我朋友也是这样说的，所以说10年之后绝对可以买房。咱周口的房子到时候可以随便买，随便换。我觉得你这想法太天真了。为什么这么说吧？因为咱周口的房子，你就按一套50万来说，你这3000块钱买的冤大头，10年之后保本不保本，
这还是另外一说啊。你这是啥意思？宝贝儿不宝贝儿，这是咋回事的？这么稀有的音源，恐怕你也没有吧？你别说你这个公播58分了，你只要钱到位，皮盒60多分了，你要多少那都可以有。我就这样跟你说吧，平时像通货断笔面啊，到处都是。按你这种平均盒子来说，存世量很大。像我刚才说的这个高分啊，其实有很多 AU58。它是 AU 级别里边最高的分，但是公播的盒子啊，它这个分人情分大，不比皮盒带分的硬，所以存世量这是一个关键。另外就是你这个朋友啊，太不地道了，看你啥都不懂，第一次买银元，有很大的夸大其词在里面。就像这种断笔命，如果10年后真能换一套房子，这么好的事儿，你说他还会让给你吗？另外，他就是看你不懂，一块冤大头，我感觉啊，卖出来一块龙阳的价格，就你这个品相状态而言的话，我个人看3000块钱能买俩了。不可能吧？3000块钱买俩的话，那你的意思是我买亏了？关键是10年之后能不能换一套房子？10年后的事儿，你说谁能给你说清楚嘞？你这反正银元也买了，钱也没让外人挣，毕竟都是自己朋友，究竟10年后能不能换套房？到时候你等等就知道真相了。你可别笑话我了，我这是第一次买银元，这要闹出来笑话就不带劲了，我还指望他发财嘞。没事儿，第一次玩银元无所谓，只要买不假就行了。一般像这种冤大头啊，价格还是比较坚挺的，10年后应该不会赔钱。怪只怪啊，那朋友会忽悠，拿一块冤大头给你祝一个10年后的春秋大梦。建议你啊，前期多学习，大班小班其实非常好区分。慢慢的来吧。还拿回去吧。我跟你说啊，这10年后我应该是能买一套房，俺这个朋友还是不赖的。那祝你好运吧。俺邻居啊，借我2000块钱却还给我7块银元。我的意思啥吧，老板都想请你帮忙看看真假。真假？这7块都是清一色的传样，我看里边还有22年了，老味道，加壁面带钻光，真假完全没问题，这都是一眼开门的老货。我想着俺这个邻居也不会骗我，平时都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对，就是我想我媳妇怕赔钱，所以想找你看看吃亏没有。那如果真是2000块钱抵过来的话，100%不会吃亏，因为你这7块银元的品相状态非常棒，属于各有千秋吧。23年虽然说比较常见，但是壁面带底光；22年相对贵一些，但是个个都是老材。毫不夸张的说，你现在有钱啊，你不一定能买到这种状态的。我听出来了，只要不吃亏就行。对，因为我听说过了，这银元现在含银量低，再加上现在银子也便宜，想着不值钱了。因为你对银元不懂，银元的价格它不按银子价钱算，因为过去固定了它就发行了那么多。银元的含银量是9银1铜，为什么里面要掺一层铜？为了就是在银元流通的过程中啊，不易使它磨损。所以你这几块品相都特别好。那你不这么说我还真不知道。就是我拿到手时候，其实我也怀疑过真假。总想着这颜色怪怪的这。其实像这种啊带包浆的是银元很正常啊。你就像银子啊，它容易氧化，就是在不同的环境下它会产生不同的包浆，都好比你这3块包浆重了，原针啊比这种不带彩的贵，因为银元玩的就是味道越重它的价钱越好。也不完全是吧？我看我朋友家的银元都洗的白白净净的。我这是不是把它洗干净点能做指甲剪来？你这种想法很危险，再说句不好听的，像你拿来的这些银元，这都是原汁原味的，你这一清洗啊它都折价了。像这种带底光的呀，你洗好了还怪好，对吧？无所谓。像这种带彩的这包浆都已经入骨了，你洗也洗不掉。以前流行那种白白的，现在啊还是原味的比较好。我确实也不懂，反正7块银元，2000块钱丢来了。你就帮忙估估价，看看现在能值多少钱呢？那我就这样跟你说吧，这2000块钱抵7块银元，你这是捡了一个大漏，就这3块带彩的，我就随便拿出来一块，哪一个都得在2000以上。不会吧？那真值2000以上的话，那我邻居为什么给我那么多嘞？
那你也不通啊，这那只能说他对银元行情不懂。像这种22年船，它是21年的改版，纸面把这个太阳和这个3只海鸥给抠掉了。当时改版之后啊，大概发行了有半年的时间嘛，所以整体存世量比23年的少，价格贵一些。而这3块，你看一下，整体这都带彩，实物非常漂亮。我刚才还跟你说了，随便拿出来一块，这都是2000多的市场价。确实我还真不知道，这一块能值那么多钱？对，因为我长这么大了，我说实话第一次接触这些东西，想着也就是一个银子的价格呀。那你要是看银子价算的话，2000块钱绝对卖不到，因为银子啊才6、7块钱一颗。还有你这另外这4块，23年船啊，这都是原味带底光，因为市面上大多数都是通过状态的。而这种带底光呢，都是当时从招币厂出来之后都被保存起来了，所以像这种23年带原光的呀，一块在1400-1500左右。那你说了半天了，这7块价格居然还都不一样啊？对，我还以为7块都完值2年多一个嘞。那确实不一样，因为他们的年份不同，价格自然有区别。因为银元价格主要讲究一个版，另外一个就是它的稀有程度，所以我们个人家里边有这种银元的，它价格不同，很正常。那照你这样说，那我还不能赚他这个便宜嘞。那我今天就卖一块，剩下来我都给他拿回去算了。你还真别说，我还是第一次见像你这种不贪财的。基本上很多人啊都是捡漏之后还不满足，变着法的再去捡别人的漏。就冲你这人品啊，我再给你点个赞。你真是正儿八经的好邻居，我随便给你留下一块，剩下的这6块你也给他拿回去，好吧？行，行，那也都是邻居的，你知道吧？对，挣到的钱也确实也不合适。那是，主要是好人有好报。我等一会儿给你找个盒子装进来。好，我这有2块家传的银元，现在也是非常着急的用钱，都是带笼的，你看能不能一起给我2000？带笼的银元2块只要2000，再是家传的你也不能这么便宜卖啊！来，我看啥？那一块你再给我加200块钱吧。我知道你们也挺不容易的反正是家里边传下来的，无所谓了。你这2块这都已经平级入盒了，这哪是家传下来的？而且还是一块大青轩山云南大昆龙，状态确实不错。你确定是恁家里边的吗？确定，肯定是我家里边的。以前我小时候拿这个换过电子游戏盘。别看我是个小女孩了，但是我也喜欢玩游戏。这2个还是我特意留下来的，一直放到今天，没想到能救急。拿银元换游戏盘啊，是最败家的行为，只能说明你小时候不懂事。还有啊，这个银元评级啊，也就是最近这几年的事吧。你看这个皮盒，包括公播的这个标志，在这放着了。你这好歹也是一块云南昆龙，还有大青轩山，这币种啊，也不是普通的龙阳。你这张口只要2000块钱，只能说明啊，你撒谎了。老板，其实我并不是故意向你撒谎的。这2块银元是我拿来我同学的。他借我2000块钱。一直到10年了，还不还给我。我昨天上俺家里边，那桌子上都是顺手拿过来的。2000块钱其实并不算多，10年之所以没还给你啊，有可能是他真忘了。借钱还钱，对吧？天经地义，你直接向他要钱就行了，完全没必要贱卖他的这个银元啊。我都提醒他好多次了，他光给我搁这装迷，我也没办法，只能拿2块银元拿来抵账了。既然是提醒我很多次啊，那只能说明你没有说到点子上。这个提醒不成，那就直接给他要账不就行了吗？再说了，你这随意买别人的银元啊，对吧？你即使是抵账，你不知道嘞，对不对？这个名声也不好看，名不正言不顺。没有你想象的那么严重。你想想，我小时候经常用他们去换游戏盘这我知道。现在也值不了多少钱呀。你可拉倒吧！小时候你拿银元换游戏盘，那说明啊，你这个年龄小不懂事儿。现在银元啊，也并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便宜。就拿你这个便宜一点的这个云南昆龙来说啊，这个是云南新龙1元的面值，虽说它这个含银量不高，但是1元的币种啊，存世量太少了。而你这个品相，你看一下前后底板，这算是 AU 级别了，币面显得也非常干净，尤其是它这个字口和龙鳞全部都是全真的。我给你保守估计一下，这个怎么着也得9000差不多吧。乖乖嘞，能管值那么多钱吗？对呀，我还以为银子也不贵想着1000-800块钱不得了吗？因为你对银元完全不懂，这个价值啊，并不是你以为。
银子确实是便宜，但是银元它不按银子价来算啊。还有另外，你这个大秦宣三，其实它和这个大昆仑啊不相上下。从纯市上来看，这个昆仑要比这个宣三还要少，但是你这个大秦宣三状态会更好一些。你这都是全身打的底板，平时太少见了。尾巴出云为深斑，尤其是它这个花枝看起来更漂亮。这个如果是原味的话，入皮盒这好几万没啥问题。目前来看，你入公播的状态，每1万你现在也买不下来啊。乖乖，这2块银元就没有便宜的。对呀，这幸亏是遇到你了。我要是轻易卖给别人2000，那我这还得倒贴1-2万呢。那可不是嘞，你从账面上来看，2000你鲁莽卖了，你都得倒贴1-2万，相当于是你账没要过来，你还得往里边贴钱。另外啊，让咱同学知道了，你这脸上也没光啊。可被你说着了。我朋友知道了，这可不是真是丢大人的事了。对对对，恐怕呗，这下次估计再也不让我上俺家了。你可说对了，幸亏是没卖，加上你昨天晚上喝点酒，这是属于不知。你也别在这里逗留了，赶紧把这个银元给那同学拿回去，以后适当的找个理由啊，把2000块钱给他要过来。同学一场，别因为这2000块钱伤了你们之间的感情，你说的对，我给你俩还回去。对。然后那个谢谢你啊。没事。我看这个银元宝啊，这东西可是个宝贝东西啊。这个东西给我值10来万，10来万啊！这个银元宝，字口看着不是太对。那你搁地下看，别给我摔着了。摔是摔不住。哎呀，这个看着材质不像银的呀。这个东西你看颜色虽然说发黑，个头也有点大，但是重量不达标。这东西搁哪来的？这东西来历绝对正。为啥说正嘛？这是俺闺女平时用她的压岁钱，她的压岁钱我没管过。她都给这个同学花了。哦，多大了闺女？14、15了。14、15就压岁钱花了。花了之后，他一个同学还借他300-400块钱。借他300-400块钱，这是他同学家的东西。等于说拿着抵账了。对，就相当于给他了。我从他书包里，我说你天天背个书包咋的沉？我一掂有个这东西。然后我就给他收回来了。但是他那个同学家长也搁群里边喊了，说这个东西他家里这个元宝能值20万，给丢了，看哪个同学拿了。正好我这急缺钱。我有点想叫你过来看能不能变现。我跟你说实话啊，这个同学之间啊，300-400块钱抵给他的。小孩他不懂啊。对啊，再说孩子花钱也并不是啥好事。对啊，花个300-400块钱要钱不就行了吗？你何必拿人家的元宝嘞？不是那小孩抵的，咱不是拿的。对啊，这是个原则性的问题。你看第二个，家长都搁群里边都喊了，都看是不是谁拿走了，可能也是给你一个警示。既然他说值20万，对吧？你把东西还给人家，趁着这个机会把那个钱，300块钱要过来，然后给孩子教育一下不就行了吗？我的意思看到底值不值个20万，对不对？这个银锭是50两的大小，如果说是真锭的话，你这个你看是官锭，如果说是真锭的话，绝对20万左右吧。但是从你拿过来的这个东西来看，第一个你看它这个包浆虽然说是发黑，但是我看这个包浆很明显是做旧出来的。你包括真正的银锭啊，它的这个字口和你这还不一样。你看康熙年月，平原县，这个东西，这一看这字口啊，这就是电脑体，而且打了还不深，这是典型的就是现代的东西。它是不是可能有点黑的情况下你看不清呢？不，它其实再黑，它这个字口，但是咱还能很清晰的看出来。这个银锭啊，它必须得是银的，但是我看你这个材质，它不像银的。它白买的是银的，你从这看，它看都是发白，它不是银的。发白它并不一定说都是银子，它有可能是白铜。你包括它这后边的蜂窝，你看一下，很不自然。你包括这个银锭啊，其实真假最重要的参考指标就是它这个蜂窝。过去的银锭，因为它这个技术有限，做出来的时候蜂窝，它这个不是这样的。你看这后边，你这蜂窝这一看，就给像那个用啥东西凿进去了。这蜂窝很不自然。所以说从材质、重量，然后来确定你这个银锭，它就是现在的一个艺术品。有可能是那孩子他同学放家里边的一个小摆件之类的。你确定是艺术品？我确定是艺术品。别说20万，就是1000块钱
都治不了。400-500是不是？400-500也不止。你现在在网上买的话，估计也就100-200块钱吧，大概价值可能也就那么多。你都不知道我现在多难，我现在只缺就这10来万的资金缺口。那你要不然我也不是这样的人，我跟你说。我知道，你都是再缺钱，你也不能拿孩子的这个信誉，对吧？去做赌注。既然你说了不值钱，那我都还给他，交完了400-500块钱要过来。哎，对，你说的很对。咱做人还是得老老实实，对，懂不懂？还给他吧，反正不是真的，是真的你也得还给他，对吧？何必给自己找麻烦？是真的，咱都另外再说啊，对不对？那走，我得先过去，好吧？好。你看这3块银元值不值3000？如果值的话，我今天立马就给你搁这儿。现在确实是着急用钱。 3块银元值不值3000？看来你这银元买好长时间了。来，我看看啥的银元。这3块银元不是我买的，这是我朋友送给我儿子的见面礼。你说我要他们也没用，倒不如直接给换成钱。你这3块这都是龙洋，这都不是一般的银元啊！你张口卖3000，是不是不懂行情价？ 卖不了3000，哪怕少卖点也行，反正我这一刻也不想看见他们。这不是少卖的问题，因为你这银元这都是龙洋，而且这2块状态还都不错，这2块币种价值不菲。我就单说这个状态不错的短尾吧，XF45的流通品相，就这一块价值远远也不止3000嘛。你这是啥样的朋友会出手如此阔绰呀？ 你把我给说懵了，难道这3块银元还不少值钱的吗？确实是不少值钱，远远不止3000块钱那么简单。难道那朋友没告诉你价值吗？他真没说，当时他只给了1块银元，另外2块是他从兜里掉出来的。想着这些东西也不值什么钱，所以都没告诉他。你犯了一个大大的错误啊！别人给是给了，给你呢就是属于你了。另外这2块从兜里掉出来了。 你当时啊就应该提醒那朋友，假如是你的话，如果你兜里装几万块钱，你掉朋友家来了，如果他没有提醒你，后来被你知道了，你说你生气不生气吧？我100%生气啊！我几万块钱掉恁家来了，你装着看不见，这不是明摆想占为己有的吗？对，这样的朋友，我还和他有啥好打交道的？但是这几块银元应该不值钱。你这种行为啊，是属于典型的双标。上一秒你还憎恨别人黑你的钱，这一秒你拿着别人的银元说不值钱。 我说的是实话这些东西应该是不值啥钱，不然我今天也不会拿着过来问价呀。我知道你对银元不懂，不然也不会进来就问值不值3000了。但是你这种想法很不靠谱，说句不好听的，你就是当朋友不够意思。无论那朋友掉的是啥，你都应该第一时间去提醒他，把东西还给人家，而不是拿着银元过来问价。 反正我今天是掉进黄河也洗不清了。既然拿都拿过来了，你好人都做到底吧。帮我来看一看他们的价值吧。你刚才进来就问这3块能不能卖3000，我感觉啊，就这1块，它就值4000了。那应该是这1块送给我儿子的，这2块是他从兜里掉出来的。对，因为他就欠我3000块钱的礼。整体从银元状态来看，你这个朋友还是挺不错的，欠你3000块钱的礼啊。 送给你儿子1块这个北洋短尾，你看这个短尾状态是真不错，高额头、满龙鳞、全字口，包括也是满纹清晰、全身大，壁面原汁原味，4000至少不多。啥都不说了啊，这个给你留这里啊。就你刚才损我那么多，你帮我看看另外2个怎么样吧。这另外这2块和这个短尾啊，确实不在一个级别。 我随便拿一块这个最便宜的跟你说吧，XF97的这个造币种厂，单说这个造种啊，是龙洋里边贵一点的银元了，排名在龙洋3剑客之首。你这个是 XF97的状态，虽说皮盒没给分，但是整体状态不错，尤其是它这个包浆，这都属于原汁原味未下水的。你可以看一下它的细节，龙鳞、字口。 包括纸面的满纹、珠圈，这都没有丝毫的磨损，这底板啊都挺好，少说1万大几，将近2万了。我的乖乖嘞，这么值钱吗？对。另一块咋样？说个大概吧。另一块说实话，这就不跟你详细的介绍了。这壁面你看整体带光带彩，这都是未流通的状态。这2个加在一起啊，说实话，就是你这一块短尾，最少得顶20块。 乖乖嘞！我说俺那个朋友这2天咋一直给我打电话？原来这银元这么值钱啊！对，那个给你留下换钱，这俩我得给他拿回去。对，这俩都不是一般的东西，给你打电话就有可能就是因为他们俩啥都不说了，这东西啊赶紧给他还回去。多说一句话，朋友啊，不要欺骗朋友就行了。好，谢谢你。老板，哎，你帮我看这个原毛是不是假的？哦，俺向你对象说是他家家传的。嗯，我咋看着像个铁疙瘩呀？
这哪是铁疙瘩？铁疙瘩时间长了它会生锈。你这个是50两的大银锭，一眼大开门，这外面发黑啊，这是它的褒奖。哦，是真的，就说明他没有骗我。这我现在属于2分了。你看值不值2万块钱？卖了我去帮俺弟买个2手车。值不值2万？对呀。看来那对象没告诉你价值啊。没有。好在这个50两的银锭啊，品相并不差，字口还是挺清晰的。虽说顶面带了有戳字，但是好歹这包浆漂亮。你这还没结婚，都卖那对象家里边的东西，不合适吧？没结婚咋嘞？没结婚，我这是考验的，看他是不是愿意为我花钱，尤其是舍不舍为我弟花钱。哎呀，没结婚，舍得为你花钱还能理解。我见过很多2婚的，有为自己孩子花钱的，没见过为自己弟弟花钱的。我头婚没要孩子，头婚之所以离婚啊，就是因为我老公对我弟弟不好。结婚10几年了，都不舍得给我弟弟买套房子。说实话，买房子那可不便宜啊。就咱们这为例吧，一对夫妻你不吃不喝，得上10年的班才能全款买套房嘛。你这上来都给弟弟买房，夫妻俩肯定是容易产生分歧啊。过去的事咱都不提了。我这2分啊，感觉这个对象挺老实的。就是家里是农村的。他给我这个银元宝的时候啊，我以为他是个贴的嘞。贴了倒是不至于，如果是贴的话，你用吸铁石立马就可以吸得住。看来你这个对象是真心对你好，不然也不会把这个50两的银锭轻易送给你。还行吧。确实今天急用钱刚去一个金店，他们按8块钱一颗，给我15000，你给我2万，我都直接卖给你了。金店给你8块钱一颗？对呀。我没听错吧？这看来金店是想把你这个50两的银锭准备当破烂收啊。你这今天幸亏是没卖，不然可就真亏大发了。银子的大盘价现在是6块，给你报8块，那是当碎银子来算了。你像过去了1两、2两、3两的速锭，现在市场价都在15到20一颗。速锭啊，就是锭面上没有任何字口，没有字口的锭子，也就没有任何的观赏性。而你这个是属于商锭，锭面上有它的落款，落款的银号就是商锭，河南丰茂人，我们河南本地的锭子。而官锭啊，通常打的都是地名，比如说太谷县之类的。商锭比官锭多，流通的范围广，所以字口各方面没有官锭品相好。而你这个状态整体还不错，首先字口比较清晰，包浆看着比较温润，还有蜂窝。看一下，它这个蜂窝看着也非常自然，细看的话有点金属挂底，翅膀也没啥毛病，锭面整体流动痕迹很少。仅凭你这个状态，我来给你估价的话，市场价10万块钱绰绰有余。10万块钱？对，我没听错吧？你没听错？这可是银子啊，这可不是黄金啊！对啊，你可别给我乱估价啊！说的就是银子，黄金哪有那大个头的？即使有的话，你现在买它也都是无价了。那照你这样说的话，我不给他买2手车了，我直接全网给他买个新车，让他也高兴高兴。那你帮我变现吧。你先别着急，毕竟这个你和你的对象，你看还没有结婚，这50两的大银锭，你刚才说的是他家的传家宝。对呀。这么大的事，最好恁俩商量一下再做定夺。再说了，给恁弟买车，你也别着急，一定要慎重考虑。你不能说把这个锭子卖了，全部都给他买车。毕竟也考虑一下你和恁这个相亲对象，恁俩对不对？早晚要结婚，结婚之后肯定也有用钱的地方。不用考虑了啊！我弟弟没有车，不好找对象，你就直接给我变现吧，赶快。弟弟没有车，不好找对象。哎呀，我感觉啊，还是适当的给你留几天。我感觉你是欠考虑，最起码你得跟恁对象说一下，先放我这儿。如果有啥变动，到时候随时再过来，行不行？那中，那先放你这，先给我吧。行。